早上好，大爹。现在我要告诉你2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我知道你肯定想先听坏消息。坏消息是你的车长刚刚被一发炮弹削掉了上半身，而好消息是你现在接替他成为新的谢尔曼坦克车长了。现在我们是在1944年的西线战场上，盟军在几个月前完成了诺曼底登陆。现在我们身处法国腹地，你将直接面对党卫军的黑豹坦克。为了让你不至于一上战场就暴毙，我进行一个简短的培训。什么？你不想要谢尔曼？不好意思，这没得选。你是一名车长，那你首先要知道你所指挥坦克的布局。谢尔曼是一种美国制造的中型坦克，采用车长、炮手、装填手、驾驶员、机电员的5人标准车组。你是车长，也就意味着你需要精通这5个人的所有职责。不过考虑到我们这是速成班，所以有一些职位你也不需要精通。反正在坦克被击穿、车组被击杀之后，你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跳车跑路。好在谢尔曼坦克是一种跑路非常方便的坦克，你们5个人总共使用4个舱门，除了炮手之外的任何车组成员都可以在车辆被击穿时直接掀舱盖跑路。不过要当心，在战区时要锁紧舱盖，不然被雅利安超人掀盖子一个手雷丢进来，那就全车失血了。当然，我们深刻的知道你不想开谢尔曼，是因为他在2战时期并没有什么好名声，诸如朗森打火机之类的绰号深刻的影响了这台坦克的风评。但今天我们要告诉你，谢尔曼的防御力实际上是要强于你在西线能摸到的大部分德军或者是盟军坦克。谢尔曼出色的防御力主要体现在它的倾斜装甲上，不管是大舱口还是小舱口，铸造还是焊接车体，谢尔曼正面装甲的等效厚度始终维持在90毫米以上，远强于你的主要对手4号坦克后期型的50+30毫米2皮链装甲，在中型坦克中仅次于德军的黑豹坦克。而你的火力也不算太弱，在你面前有2种谢尔曼的火力可以选择，一种是搭载有75毫米M3坦克炮的谢尔曼，另外一种是搭载有76毫米 M1 坦克炮的谢尔曼。这2种火炮各有侧重，75毫米 M3 的膛压较低，弹道稍显弯曲，好处就是高爆弹的弹壳可以做得比较薄。而76毫米 M1 坦克炮的膛压更高，弹道更直，这就意味着它更适合发射穿甲弹，穿甲威力更强。目前我们只有75毫米型谢尔曼提供给你，因为你还是个新兵蛋子，只配克种谢尔曼。而穿甲威力更强的76毫米炮谢尔曼要留给经验更老道的车组，我们还需要他们去对付德军的重装甲。好了，别抱怨了，现在我们进入坦克，相信我，你会爱上这台车的。让我们钻进坦克。作为车长，你的座位在坦克的右侧，而炮手的座位就在你的前方，他负责操作坦克上的主炮和一挺同轴机枪。作为谢尔曼的炮手，他比很多2战时的炮手都幸福，因为在谢尔曼坦克上有最基础的陀螺仪稳定器，这个稳定器会在不超过15英里每小时的速度下起效，它会为你们争取在低速运动中射击的先手时间。接下来是炮手的瞄准机，这是需要用心听的部分，毕竟你瞄不准就一定打不中。在 M4 谢尔曼上，你总有2具瞄准机，分别是潜望式瞄准机和同轴瞄准机。潜望式瞄准镜是一个带有简易刻度的潜望镜，放大倍率为1倍。它的主要好处是视长比较大，也就是你看得更宽，方便你锁敌，并将炮口指向目标。一旦你确认了目标，想要精确射击，就需要使用 M375毫米火炮的同轴瞄具。N3型75毫米炮所使用的炮径分化，就如你现在见到的这样。随后的76毫米炮谢尔曼，乃至使用90毫米炮的 M26 潘辛 M488 盾，亦或是使用105毫米炮的 M608 盾，使用的都是这种炮技。如果你侥幸在战中活下来，以后换坦克就不需要额外培训了。在瞄准分化正中是直射准星，意味着你在射击400米内的目标时就使用这个准星，而不用刻意调整火炮俯仰。直射准星下方是第一个标尺，那是400米的分化线，下方的8则意味着那是800米的分化线。如此这般400米一跳，一直到4200米，你需要射击哪个距离的目标，就直接使用哪个标尺靠上去就可以。炮手可以使用的弹种有很多，但一般是穿甲弹、减高爆弹、减烟雾弹这3种。由于现在已经是1944年末期，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75毫米 M61 APC，
AP 代表着它是穿甲弹 ，C 则代表它拥有一个可以增加穿身的背帽。在二战时期，德军的坦克一般使用 FHA 及表面硬化装甲，他们对于 AP 堪忧其效。老旧的涅尼尔型 AP 在1公里上对 FHA 的穿身有了58毫米，而你现在拿到的 M61 APC 在1公里上对于 FHA 的穿身提升到了86毫米。最妙的是，这种弹药里还装填有炸药。也就是说，你可以在1公里的距离上击穿4号 H 以及 K 탄4号后期型的正面装甲，并且通过炮弹的爆炸直接杀死其中的成员。当你瞄准敌人之后，踩下脚下的主炮发射按钮，并且高喊 on the way， 就完成了整套主炮发射的流程。除了掌管主炮以外，炮手还掌管并列机枪的使用。在 M4 希尔曼上，并列机枪是一挺 0.3 口径的波朗宁 K1919 通用机枪。这挺机枪是作为炮手压制步兵的主要武器，同时由于其弹道和主炮的弹道比较接近，所以也可以作为临时测距使用。当机枪命中目标时，主炮再开火就一定能命中。由于是压制武器，所以当你对目标开火时，要让弹道走其自行，从而完成对一个目标面的压制攻击。当然，这挺机枪也不只可以对付步兵，还可以对付一切任何的用不上坦克炮攻击的目标，比如卡车或者敞篷载具什么的。等坦克炮打完了，就必须马上装填，这就来到了装填手的职责方面。装填手的主要工作有2个，第一个是给主炮或者并列机枪装填炮弹，第二个就是维护全车的弹药架。在之前版本的希尔曼上，弹药架会被放的全车都是，一般位于坦克两侧。幸运的是，你现在领到的坦克已经换装了实式弹药架，并且将弹药全部转移到了地板上。转移到地板上的弹药降低了被命中的概率。即使是被命中了弹药，湿式弹药架的乙二醇溶液也可以避免弹药爆燃。这样的弹药架总共10个，每个里面可以容纳10发75毫米炮弹，所以 M4A375W 的总备弹量是100发。M4希尔曼使用的火炮都是半自动炮栓，这也就是说开炮之后不用手动推壳，所以当炮手开完炮之后，你需要根据车长的指令装填正确的下一发炮弹。装填过程非常简单，只需要俯下身从地板上抽出炮弹，抱在怀中，弹头对准炮栓，使用拳头一推弹尾，就能完成装填工作。不过切记一定要用拳头推弹尾，而不是指头。炮栓关闭的速度非常之快，如果你用指头推弹入膛的话，那么等到战争结束，你的2个手掌上的指头数量一定小于10。当你听到炮膛闭合的声音之后，立马喊出以向炮手和车长告示，火炮已经装填完毕。没错，装填手的工作就是这么简单。如果说希尔曼在2战中到底有多先进，那它一定先进在易于使用，这点在驾驶员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个东西非常好操作，只要各位开过手动挡的车，就能开走希尔曼。在希尔曼驾驶位上，重要的有2个踏板，4根操纵杆。现在我们先用3步发动引擎。第一步，启动引擎，注入神圣软化油。第二步，推动杠杆启动活塞合泵。第三步，齐声赞美欧姆尼赛亚。好了，现在我们发动了坦克，让我们边跑边讲解这些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2个踏板非常好理解，左离合右油门。4百，我知道你有刹车去哪儿了的疑问。实际上，所有的坦克基本遵循这样一个规律，那就是操纵杆及刹车。你面前中央的2根操纵杆是2根履带的独立刹车。当你将左操作杆向后摆，左边履带就会插死，坦克就像左转弯。当你将右操作杆向后摆，右边履带就会插死，坦克就像右转弯。2个操纵杆同时向后摆，坦克就短暂的停住了。怎么样，是不是很好理解？而剩下的2根在你右手边的操作杆，低的那根是手刹，当你把车停在斜坡时会溜车，坦克自然也会，所以手刹就是必要的。而高的那根则是挡杆，只不档位和家用车有一点点不一样，这并不是什么问题。等你熟悉之后，它开起来就会和开车一样顺滑。好了，大兵，现在我们终于回到了车长的战斗位置。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车长，而不是战场上的炮灰，你需要同时关注2个方面，一个是车内指挥，一个是坦克战术。先聊车内指挥方面。对于坦克战斗而言，车长下达的命令必须清晰而准确。好消息是，由于车内通话系统的存在，你终于不用和1战时期的坦克兵一样扯着破锣嗓子在坦克里嚎了。
坏消息是你必须严格遵守一套定时的通话方式。坦克车内的通话实际上和无线电通话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你说的不是句子，而是由一个一个单词组成的指令。第一个单词是需要执行这个命令的岗位，第二个单词是这个岗位需要做的动作。比如你需要坦克前进，就需要在车内对讲系统内下令 Driver, forward。当你发现目标之后，就需要向炮手报告目标类型、目标方位和目标大致距离等情况。比如 Gunner AP Tank 200 meters front。当然，在向炮手下达命令之后，他可能一时间找不到在哪儿，这时候你就需要下令调炮。比如 Traverse left 向左移动，就是需要炮手向左调整炮塔，以便捕获目标。由于炮塔电机是恒定功率工作，所以当你发现炮管逐渐转向目标时，就需要用 Steady 让炮手的方向机调整减速。当炮管大略瞄准目标时，一句那就能让炮手知道该打谁了。这时炮手观察到你所说的坦克，他会回复你一句 Identified， 表示他找到了目标，正在等待你的开火指令。你只需要一句 Fire， 炮手就 on the way 将炮弹打出去。当你观察到炮弹命中目标，就要回报一句 Target， 确认击中。当然，击杀这台坦克很简单，但困难的是如何在没有击杀提示的现实中知道你已经摧毁了敌军坦克呢？根据二战美军手册，真正确认一台坦克没有威胁，必须肉眼观察到它已经被打起火。为了达成这一目标，需要重复对同一个目标进行开火。你只需要告诉炮手 Again 或者 Fire Same Target， 他就会往刚刚打中的目标上再补一炮。等到你们终于将这台坦克打起火，那就可以用一句 Ceasefire 来结束这场战斗。是不是车内的通讯指挥已经很精疲力竭了呢？别担心，后面的更是烧脑。作为一台谢尔曼坦克的指挥官，你有必要使用一切战术手段来确保你和你的坦克的安全。其中的战术使用一句话就能讲完，那就是让你自己变成一团会开炮的草丛。在条件必要时，你可就地砍伐植被，用来伪装你的坦克。同时，在冬季战场上，坦克兵们也经常用白油漆或者石灰水做出雪地伪装。当然，这都是涂装方面的。在战术方面，请记住，打飞枪搞伏击没什么可耻的。坦克对坦克战斗中，往往第一个命中就能决出胜负。所以在运动中，你需要借助地形进行移动。在洼地或者谷地中运动，地形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挡你移动时履带掀起的烟尘，或者是发动机排出的废气。更别提谢尔曼坦克的高大车体，也需要地形的掩护。茂密的植被对你也有相当程度上的好处。在打仗的时候，就不要管环保和花花草草的生命了。如果你发现有一片树丛之类的地方，那这就是你坦克最好的隐蔽物。树丛不仅可以遮挡来自天空的侦察，还可以投下阴影。阴影往往是最好的伪装迷彩。当你将坦克停在阴影之中，因为人眼的缺陷，你的坦克轮廓将会变得模糊，从而难以被观察和捕捉。再加上伪装植被和伪装涂装，不来个王牌车长就想从树丛里把你找出来。对于王牌坦克车长来说，要熟练利用自己的优势，利用优势隐藏劣势。对于谢尔曼来说，他的劣势是车体过于高大，但他的优势就在于高大的车体为你提供了傲人的俯仰角。3型75毫米炮在谢尔曼上拥有足足12度的俯角，这样我们就能引申出来一种被称为 hold down 的战术。这种战术需要你藏在坡后，只用地形掩藏住你的车体，只露出炮管和一部分炮塔，对敌人进行射击。这种战术是谢尔曼的本命战术，因为谢尔曼有一个安装在炮塔顶部的潜望式瞄准镜。当你使用 hold down 战术时，你可以指挥驾驶员到车道极限位置，仅露出你的车长指挥塔以及炮手的潜望式瞄准镜，这样你们就能在不暴露全部坦克的情况下，静悄悄地锁定并瞄准敌人。等确定目标后，你就可以命令驾驶员开上斜坡，让炮手使用潜望式瞄具确认炮管已经露出掩体，最后下令开火。这样就省去了非常繁琐的锁敌瞄准时间，只需要探出掩体开火，然后倒车回掩体。这样的王八露头的攻击方式可以让敌人几乎不可能对你们进行反击，因为等他找到你的时候，你早就退回坡后了。当然，在进行这样的操作时，也需要时刻谨记，植物是坦克兵的好朋友。在执行 hold down 战术时，你的背景最好有植物掩护，这样才能减小敌人发现你的概率。如果你背后没有植物当背景，那敌人就会发现，在天空为背景的山坡处，有一个炮塔缓缓地探了出来。
这时敌人的观察和瞄准就会因为天空的映衬而变得异常清晰，不把你做成猪肉才有鬼。好了，说了这么多，想必你已经知道了如何指挥一台谢尔曼坦克作战。那现在我们上战场吧。